全家把他当眼珠子一样疼，就连我这个做侄女的都得给他买车买房。乔迁宴上，奶奶让我把房车给小叔结婚用，我转头看向爸妈，他们低声哀求：我们没本事，生不下男孩，你小叔的孩子就是咱们家的希望。我将筷子摔在地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掀了桌子。生不生男孩关我屁事，这家里是有皇位需要继承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乔迁宴上，我第一次见到小叔，一大家子人都围在他身边嘘寒问暖，我这个主人公被忽略得彻底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一伟都长这么大了，一伟一看就是有福气的，以后出息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做婶婶的。眼前的人又矮又瘦，被簇拥在中间，一脸的得意，透着一股猴精味儿，也不知这些人是怎么夸出口的。偏偏奶奶听着周围人的恭维，挽着小叔的胳膊，一脸得意，算你们有眼光，我们以为以后可是要干大事的人。我爸妈在旁边笑得一脸谄媚，妈说的是，咱们家全指望一伟传宗接代呢。爸妈的话传到我耳朵里，我一脸不解，我家传宗接代关小叔什么事？我3岁的时候，爷爷车祸走了，头七刚过，奶奶就改嫁了。婚后不到半年，老来得子生了小叔。从那之后，奶奶就和我们断了联系。直到我大2那年，我爸查出白血病，急需骨髓移植。我妈带着我去求了奶奶不下10次，但是都被拒绝了。我永远那年，妈妈跪在地上求她：妈，就看在明远是你亲生儿子的份上，救救他吧。以后我们当牛做马的报答你，你就行行好吧。奶奶头也不抬说：我既然已经嫁作他人妇，那你王家的一切就与我没关系了。最后还是请祖老出面，奶奶才松口，答应去做配型，捐骨髓。配型成功后，又狮子大张口要20万营养费。当时爸爸看病已经掏空了家底，妈妈无奈只能写了欠条，直到我大学毕业，这笔债才还清。所以说，我心里一直有道坎，排斥和奶奶他们继续来往。可无论奶奶怎么无情，也挡不住我爸那颗孝顺的心。开始时还和妈妈我一条心，最后不知奶奶说了什么，她的态度也就转变了，甚至开始指责我不孝长辈。若不是当年我态度强硬，以死威胁，恐怕早在前年小叔生父去世的时候，奶奶就带着小叔住到家里来了。现在我在外面赚了些钱，买了房车回来，才发现他们早已经成了一家人。从来没有人和我说过这些，他们把我当外人一样瞒着。先注意到我脸色不好的人是我爸爸，他急匆匆地走过来，狠狠地推了我一把，嘴里骂骂咧咧道：哭丧着个脸给谁看？这个家的福气都被你哭没了。没看你奶奶和小叔在呢，赶紧去打个招呼。你这书都读狗肚子里了，一点儿也不懂事儿。我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没站稳，看着一屋子面色各异的人，抿了抿嘴没说话。妈妈倒是没说什么，只是莫名抹起泪来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昭昭，你常年不在家，我和你爸也会孤单啊。现在有你奶奶和小叔搬到家里陪着我们，家里才总算热闹些，这都是你小叔的功劳，你可不能这么没良心啊！快来好好跟你奶奶说说话，这么久不见，你奶奶都要想死你了。我狐疑地看向他们，人都已经住进来了，我作为小辈也不能赶人出去。那他们这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又想图谋什么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的如意算盘从我刚进门就打起来了。宴席上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
看起来其乐融融。我爸妈和奶奶唾沫乱飞，把小叔夸得只应天上有，半想见我不搭话。我奶奶对我打起了感情牌：昭昭，你是个有本事的，才刚出去几年就赚了大钱。你也知道，你爸生病之后身体大不如前，也不能再给你要个弟弟。你小叔的孩子就是咱们家的希望，而且你小叔也说了，以后他的孩子跟咱老王家姓，所以你看能不能把你的房车给你小叔结婚用。你放心，你小叔也不是那爱占便宜的人，等你老了，就让你小叔的孩子给你养老送终，你也算是那孩子的半个母亲了。我听完三观被震得稀碎，但还是耐着性子回答：奶奶，这哪有侄女给小叔买车房结婚的？再说了，如果我爸想要个跟他姓的孩子，等我结婚了，第一个孩子也可以跟咱姓王。奶奶的老脸瞬间拉了老长，指着我的脑门骂：我活了这么些年，还没听说过一个丫头片子能传宗接代的，你就是个不孝子孙，心眼坏，就想断王家的后。我不以为意，你没听过的多着呢，又不差这一个。我爸瞬间就急了，边给奶奶顺气，边朝我抱怨：挣了几个臭钱，连怎么孝顺长辈都忘了。我可告诉你，钱没了还能再挣，你爹娘可就这一个，你要是再这样气你奶奶，别怪我和你妈不认你。对了，昭昭，这房车爸替你做主了，明天一早你就和你小叔去办手续，先把房车转你小叔名下，给他结婚用。你还年轻，以后再赚不就行了？就这么点小事还值得吵吵，尽让人看笑话。看着因心虚不敢和我对视的爸爸，我沉默了会儿，缓缓吐出一口气：行啊，正好房子还有20年贷款，大概300多万，车子少点，大概40多万，合起来每个月还不到20万。要是能转小叔名下，我也能喘口气，就是要辛苦小叔多干几份工作了。不过有你和我奶帮衬着，也不是还不了，就是辛苦我奶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得到处跑。奶奶眼里闪过金光，亲昵地拉过我的手，就知道我们昭昭是个好的。不过你也知道，奶奶年纪大了，干不动了，你爸身体不好，干不了重活，你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以后每个月把这贷款替你小叔还了吧。不过你放心，那水电费奶奶替你掏了，也算给我们昭昭减轻负担了。我转头看向爸妈，他们低声哀求：我们没本事，生不下男孩，你小叔的孩子就是咱们家的希望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。我气笑了，起身狠狠将筷子摔在地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掀了桌子。生不生男孩关我屁事，这家里是有皇位需要继承吗？一家人逼着我给那个废物小叔买车买房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我爸妈和奶奶瞬间脸色铁青，指头颤颤巍巍地指着我的脑门：反了你了，真是反了你了。席上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，看着我冲着长辈掀桌，窃窃私语：这吃得好好的，突然怎么了？算了算了，别管了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我冷哼一声，转身就朝外走去。你们死了这条心吧，谁都别想从我手里拿到1分钱。经上次那么一闹，原以为能过几天清静日子，没想到他们来的比我想象中还快。这天下班回家，一上楼就看到门口乌泱泱的坐了一圈人，听到动静，8只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。奶奶张口就是抱怨：你看看几点了，女孩子家家的，这么晚不回家，去和哪个野男人鬼混去了？快点把门打开，晚饭都没吃，我老太婆都要饿死了。还不等我回答，小叔就先急了，他拉住还想说话的奶奶，
出来打圆场。昭昭，你奶奶也是看太晚了，担心你，你就不要和她老人家计较了。你看我们也大老远过来了，先进屋再说吧。妈妈也在一旁帮腔道：是啊，昭昭，你爸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这一天连口水都没喝过，你爸要是有什么事，我也不活了。看着自顾自哭起来的妈妈，我有些无奈。打从我记事起，只要一涉及到我爸，他就像失了智一样。自从我爸生病以来，更是把我爸当玻璃娃娃一样护着，生怕磕了碰了。这一下午，我爸坐在门口，可是把他心疼坏了。这不，大冬天的，他只穿了一个秋衣，其他衣服都在我爸身下垫着。视线落在我妈被冻得发紫的嘴唇上，我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：别哭了妈，我这不都回来了，先进屋吧。你穿这么点也不怕冻死了？你说你这么大人了，心疼别人挺有一套，你怎么不多心疼自己？我爸脸刷的一下红了，表情讪讪。小芳，你冷了也不知道说，尽让闺女看笑话。我妈嘿嘿地笑着：明远，有你在，我咋会冷呢？心里暖着呢。我被她的话雷得一激灵，她还真是有情饮水饱。刚一开门，我奶奶就把我挤到一边，大摇大摆的各处巡视。这房子还不错，住着肯定舒服，就是这窗帘黑不拉几的，看着就不吉利。明远媳妇，明天去换个大红色的来。我赶在我妈前面开口：奶奶，你这一来就管东管西的，不合适吧？我就喜欢这颜色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连夜给你送回去。回家你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。我爸瞬间炸了：王昭昭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养你这么大还养出个白眼狼来，要不是你奶奶说你姑娘家的自己住不安全，你以为我们想过来？你小时候尿布还是你奶奶洗的，长大了一点感恩心都没有，以后我和你妈老了还能指望上你吗？最后一锤定音，我们这次过来住一段时间，老太太喜欢折腾就折腾吧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也没法再拒绝，只能任由他们住了进来。最后的底线就是主卧不许任何人进来，他们也乐呵呵地答应了。这一住就快1个月，碰巧要去外地出差，我好声好气地和他们商量：爸妈、奶奶，你们也住这么久了，现在我去外地有点事，你们也收拾收拾回去吧。小叔一反前几次低声下气的样子，大辣辣地瘫在沙发上。这家我住着挺舒服的，你搬出去吧，否则我就到你公司，到网上闹，当公司开除你，让网友们都知道你不孝顺长辈，不给我房你也别想好过，到时候我们鱼死网破。我有些沉默了。我从大学开始接触自媒体，目前不大不小，也算个小网红。我倒是不怕他在网上抹黑我，可处理起来多少有点麻烦。我这人最怕的就是麻烦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得意洋洋地开口：你嘴还挺严实，要不是我今天在楼下听大爷说咱们这层住了个大网红，还真被你瞒过去了。这房子也是全款买的吧？我可听说了，你们做网红的可挣钱了，反正你也不差钱，把这房子给我，咱们就算两清，我也就不追究你骗我们的事了。这强盗一般的言论，我都被气笑了。可偏偏我爸妈认同的点了点头。你小叔说的对，既然房子没房贷，那给你小叔正好。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还骗你小叔得多打几份工还房贷，给你小叔急得好几天睡不着。看着爸妈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心里那团火克制不住地窜了上来。我直直地冲向厨房，拿了把菜刀出来，疯了似的挥舞着：行啊，想毁了我，那就都别活了。我们一家人整齐地死了，黄泉路上也算有个伴。来呀，
不是要和我鱼死网破吗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谁敢打我房子的主意，我就跟谁同归于尽。4人被我吓得惊声尖叫，摔倒在地，接着爬行2步，踉跄着站起身，朝门外跑去。我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急忙把门关上，无力地靠着门坐在地上，抓着菜刀的手还在微微颤抖。门外的人也反应过来，恼羞成怒地拍打着王昭昭：“你给老子滚出来！你长本事了，敢和你老子动刀了！”我深呼吸几口，联系楼下的保安说有人骚扰我。我住的是高档小区，安保是出了名的好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的人就被拖走了，只有他们的叫骂声还回荡在楼道里。我告诉保安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放他们进来。收到他们的答复，我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到肚子里。我知道按他们的性子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的。我拿起手机，登录微博小号，编辑了一条新的微博，详细记录了家里人是怎么逼迫我将房子和车转到小叔名下的，并配图他们刚刚在微信上对我辱骂的截图。一经发出，立马收到好多点赞和评论，评论的人纷纷安慰我，抱抱小昭。我也算是陪着小昭一起长大的，每次看到小昭的微博都会感到心疼。原生家庭的不幸真的要一生来治愈，希望小昭早日脱离苦海。只会吸血的还叫什么家人？不是我说，有些人就不配当爸妈。看着这些评论，我心里一暖。这个小号比我的自媒体账号建立的都早。从小我在家里就是个透明人，妈妈每天围着爸爸转，爸爸每天围着奶奶转。小时候要不是邻居家奶奶心善，我恐怕早被他们饿死了。所以遇到事情就只能在微博里倾诉，时间长了也累计了10几万粉丝。每次遇到什么困难都有他们开导我，我能长成一个3观正常的人，多亏了有他们的陪伴。我稍稍露出一点蛛丝马迹，已经有不少人发现这是我小号，只希望他们可以顾念这最后一点的亲情，不然最后被舆论压垮的该是他们了。我实名举报我女儿王昭昭六亲不认，抛弃身患重病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，求求各位网友们帮帮我们，给我们这一家子老弱病残讨回个公道。视频里，我妈举着自己的身份证，泪如雨下，实名举报她的亲生女儿，也就是我。她的身后，奶奶正在抱着脸色苍白的爸爸喝粥，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。小叔倒是没有出镜，大概是在举着手机拍视频。视频一出，无数热心网友自发帮助他们讨公道。很快就有人扒出，视频里的王昭昭就是现在的知名网红，我叫王发财。一时间，我的评论区被冲烂了，无数的黑屏袭来。他们说我不配为人，不配为人子女，让我去死。一些看过我小号的网友替我辩解，却因人微言轻，最终被骂到消号了。小助理看着这些恶评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这些人怎么这样啊？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攻击你。姐，我忍不了了，赶紧把我们准备好的证据发出去。我淡淡一笑，他们只是被蒙蔽了，好心办了坏事，先不着急发，再给他们添一把火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。我这个主人公躺在沙发上，该吃吃该喝喝，最终还是小叔先沉不住气，一大早就打来了电话。昭昭啊，网上的事你也看到了吧？只要你现在同意把房子转给我，再给我100万的和解费，我就让嫂子把网上的视频给删了。毕竟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这么难看，你说是吧？我故作惊讶道：
小叔只要100万，那直接开口和我拿不就行了？哪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劲？我以为我爸妈那么疼你，怎么也得给你几十万的零花钱。毕竟我每个月都给他们打10万，还不算逢年过节包的大红包。家里没什么花钱的地方，他们手里应该不少钱吧？我话音刚落，对面就吵起来了。我奶奶尖锐的声音传来：“好你个王明远，当时求你老娘捐骨髓的时候，说的比唱的好听，说要当牛做马的伺候老娘，好好孝敬我。老娘让你给你弟弟买个房，你天天哭穷说家里没钱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连你老娘也敢骗了。”我爸急忙辩解：“哎呦我的老娘哎，你可别气着自己了。你别听王昭昭挑拨离间，我连个儿子也没有，那钱存起来以后不都是一伟的？现在当务之急是从那赔钱货手里把钱掏出来，毕竟他以后肯定是要嫁人的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只有咱们才是一家人。从小爸爸只是漠视我，这话我也是第一次听到。”我不禁心底一寒，声音瞬间也冷了下来：“妈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”听到我的声音，他们才意识到电话还没挂，气氛瞬间尴尬了起来。我妈嗫嚅道：“你爸说的也没错呀，父以福为天，与其你以后嫁人把钱带给婆家，还不如都给家里人呢。以后你在婆家受欺负了，也有娘家人给你撑腰不是？”我突然感觉无比沮丧，存好刚刚录下来的通话记录，直接挂了电话。望着挂断的电话，虽然一遍遍在心里说亲情缘浅不要强求，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我认真梳理了手里的证据，在他们又一次给我泼脏水时，直接用大号发了出来。直播间里，我妈扶着快要哭晕过去的奶奶，正不遗余力地抹黑我。突然有大波网友涌入，奶奶差点维持不住她的表演，笑出声来，随即更加卖力地控诉我，还不忘和大家索要礼物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好看礼物，能给老太婆再展示展示吗？这次她收获的是满屏的臭鸡蛋和辱骂。你个老妖婆，你让孙女给你出轨生的混账儿子买车买房，你就不怕老爷子半夜来找你吗？我就没见过这么又蠢又坏的父母，压榨自己的亲生女儿养活一个杂种，可真是他爹的大孝子。最先看到这些评论的是我爸，他提高了声音对奶奶质问道：“一伟不是我爸的孩子，你婚内出轨？”奶奶有一瞬间的慌乱，随即想到什么，立马反驳道：“你敢怀疑你老娘？老娘辛辛苦苦的替你爹把孩子拉扯大，这才有机会给老王家传宗接代，要不然靠你个连儿子也生不出废物，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你爹？没有儿子一直是我爸心里的过不去的坎。”他有些丧气地低下了头。弹幕狂滚，这老婆子脸皮可真厚。发财姐已经把亲子鉴定发出来了，你就别装了。我妈举着手机挪到我爸身边，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她狠狠地将手机摔倒地上，恶狠狠拽起奶奶的衣领。你真是骗得我好苦啊！直播间的屏幕乱晃，小叔也加入了战局。一阵兵荒马乱后，直播关闭了。我爸的电话立马弹了过来：“昭昭，那个亲子鉴定是真的吗？”我气定神闲地抿了一口咖啡，悠悠开口道：“爷爷在床上躺了一整年，连上厕所都费劲，你就一点都没怀疑过？”手机里传来他咬牙切齿的声音：“谁能想到他一把年纪了，还能做出这么恶心的事？你这些证据哪来的？”我悠悠开口：“当初求奶奶救你命的时候，顺手拿的。”对面沉默了，
他一直刻意忽略我和妈妈的付出，将救他命的一切都归功于奶奶，却忘了他的这一条命是我用20万买回来的。大学4年，妈妈一直陪在生病的爸爸身旁，无心出去工作，我只能拼了命的兼职来赚取自己的学杂费。可奶奶并不愿意放过我们，家里没钱，她就带人去搬家里的东西抵债。爸爸因此被气晕过好几次。我也是在这时听说互联网能赚快钱，为了尽快还钱，也因此入了行。我长相普通，前期只能靠扮丑来吸人眼球，后来流量高了，才转型戴着面具直播。这也是这么多年，他们都没有发现我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。现在日子好过一点了，他便忘了当初是谁落井下石，也忘了是谁给了他2次生命。爸爸的声音有点哽咽：“昭昭，是爸爸做错了，你可以原谅爸爸吗？”我笑嘻嘻道：“不可以哦，以后每个月我会按照赡养标准按时给你和妈打生活费的，多余的可就没有喽。”我毫不留情地挂断电话，看着手里的没发出去的试管婴儿申请单，不由得冷嗤一声。若不是看到下面的申请人正是我爸妈，我又要被他们的演技蒙骗了。想让我前半生给他们当牛做马，后半生给他们儿子做免费饭票，他们真是想屁吃。这是在网上火了那么一阵，很多像我一般被家里压榨吸血的女孩子勇敢反抗，大声说不。我奶奶他们也消停一阵儿，如今看热度下去了，又开始作妖。只不过这次的受害者变成了我爸妈。这天我正在外面拍摄，突然我爸的电话，手机里传来他焦急的声音：“闺女，你妈摔了一下，流产了，现在还在抢救室，你快过来一趟。”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，挂了电话，匆匆赶去医院。手术室门口，我爸正哭着求医生：“医生，保小，一定要保小，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。”医生无奈地解释：“孩子不到2个月，还没成型，现在孕妇大出血，情况危机，你再犹豫就晚了。”我急忙跑到他面前：“医生，我是患者女儿，我签。”看到重新紧闭的手术室大门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心底不住地祈求手术能成功。一转头，看到了我爸狰狞的脸：“谁允许你签字的？我儿子出事，你担得起吗？”奶奶被小叔扶着，站在一旁阴阳怪气：“还是昭昭懂得心疼你妈，哪像我儿子，有了媳妇忘了娘。”我爸难得的对我奶奶发脾气：“你闭嘴！要不是你小芳，怎么会摔倒？要是我儿子有什么事，那我就……”奶奶瞬间暴跳如雷：“你就怎么样？你能把我老婆子怎么样？真是长本事了，还敢威胁你老娘了！”爸爸脸色涨红，终是没再开口说话。奶奶就像是一个斗胜的公鸡一样高仰着头。原来在小叔身世曝光后，爸爸一怒之下就把他们2人赶出去了。要说我奶奶别的本事没有，拿捏我爸是拿捏得死死的。看当时我爸在气头上，拿了一笔养老费就带着小叔去住酒店了。原本的计划是想多晾我爸一段时间，没想到小叔在酒店遇见一个姑娘，他每天装大款，带着人家买，才刚刚不到3个月，奶奶手里的钱就花完了。没办法，又只能灰溜溜的去找我爸了。我妈仗着肚子里的孩子，不许我爸同意他们再住进来。眼看着我爸要拒绝，奶奶立马闹着要去死，说他没脸再活在世界上。我爸爱母心切，只能同意他们进门。可奶奶却是记恨上了我妈，每天在我爸面前给他上眼药，还指使他干各种家务。他本来就高龄产妇，干不了重活，每次受不住了和我爸说：“
奶奶就在一旁帮腔：“你们这一代人就是吃不了苦。想当年我怀明远的时候，快临产了，还在下地呢。你这风不吹日不晒的，干点家务有什么累的？”我爸一听是这么个理，每天也开始躺着等他伺候。我妈每天以泪洗面，直到今天，小叔钱花完了，回家找我爸要钱的时候，他终于爆发了：“你一个出轨生的贱种，凭什么花我家的钱？家里的东西都是我儿子的，你休想再花我家的一分钱！”听到有人骂他的宝贝儿子，奶奶瞬间不高兴了：“我还没死呢，你就想当家做主了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一天没死，这家就是我说了算！”推搡间，妈妈一不小心摔倒地上，瞬间流了满地的血。看着视频里的监控，我不由得为妈妈感到不值。这就是她为之付出一切的男人，在她命悬一线时，没有人为她担心，还在求着医生保小。叮，手术室的门开了，李小芳的家属在吗？病人出来了，我着急应声：“在这呢，医生。”医生低声交代着：“孩子太小了，没保住，大人没什么事，失血过多，记得多补充点营养。”我专心记着医生的交代。我爸像是刚反应过来一样，扯着医生的袖子质问：“我不是让你保小吗？你个庸医，你还我儿子！”奶奶眼里闪过金光，坐到地上大声哭闹：“我可怜的孙子啊！奶奶还没抱过你，怎么就没了呢？”看着眼前的闹剧，我默默地推着病床向后挪了挪。不一会儿，警察就到了，我立马将监控递了上去。医生也证实，孩子在到医院前就已经没了，还意有所指地说了一句：“如果早点送过来的话，说不定还有救。”原本还理直气壮的三人瞬间沉默了。是他们怕救护车多花钱，才决定自己开车来的。哪成想，车子昨天刚被小叔开出去，没钱加油，就直接开回来了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突然没油了，最后还是好心人送来的。这一来一回就耽搁了。他们自认理亏，在警察的注视下，不得已向医生道了歉。等要去缴费的时候，一个个又低头做鹌鹑。护士催促哪个家属去交下费。我爸讪讪道：“闺女，爸最近手头比较紧，你看能不能先去把钱交了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到底是没钱还是舍不得？你心里清楚。我接过单子，转头就走，不理会身后恼羞成怒的咒骂声。等我回去的时候，病房里只有我妈孤零零地躺着，他们已经走了。昭昭，你爸呢？你弟弟没事吧？听到他虚弱的声音，我轻叹一声：“妈，先喝口水吧，爸他回家去了。孩子的事你就先别想了，养好身体再说。”他挣扎着坐起身：“孩子没了，你爸肯定生气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去找他。”我怒其不争：“你刚做完手术，身体还虚弱，你能去哪？你被他妈推到的时候，他不管你；你在手术室里抢救的时候，他要求医生保小的。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他看也不看一眼就走了。他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魂药，能让你不顾一切也要去找他？”他的脸色沉了下来：“那是你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还不是你不争气？你要是个男孩，他肯定不这样对我。我不能给明远生儿子传宗接代，已经很对不起他了。可他依然和我过了这么多年，还不是因为爱我？你没结婚是不会懂得，青天大老爷恋爱脑竟是我亲妈。”我试图给他讲道理：“妈，你说的都对，但是要想别人爱你，你要先学会爱自己。等你身体好了，我立马就送你回家，行不行？”他立马反驳道：“那不行，明远他失去了儿子，正是伤心的时候，我得回家安慰他。
你要是现在不送我回去，我就自己走回去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去给他办理出院。回到家时，他们一家人人围坐在一起吃火锅，说说笑笑的，哪有一点担心的样子。我是真心替我妈感到不值。我踢了踢门，发出声响。他们看到站在门口的我和我妈，笑意瞬间收敛了。你们回来干什么？我妈赶紧堆起笑脸。明远，孩子没了可以再要，等我好了，我们再去试管。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小叔慢悠悠地开口。嫂子，医生可说了，你伤了身体，已经不具备受孕条件了。不过你别担心，我已经和哥说好了，等以后我有孩子了就过继给你们，你们也别折腾了。我爸也跟着附和。一伟说得对，你以后在家伺候好妈就行，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。我妈呆住了，随即想到了什么，兴奋地抱着我爸的胳膊说：明远，我们可以让别人生啊，当时那医生不是说了吗？也能放别人子宫里呀，你忘了？我们闺女有钱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不好吗？看着对面兴奋的两人，我毫不留情地拒绝了。代孕是违法的，我是不会做的，你想都不要想。我上次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除了每个月的生活费，我不会多给你们花一分钱。我妈眼珠子一转，凄凄爱爱地跪在我面前。昭昭，算妈求你了，不用你去做，你把钱给我，我自己找人，就算出事也不会查到你身上的。我急忙侧身避开，冷淡应道：不行，我想都不用想，只要一出事，倒霉的肯定是我，或者说他们巴不得我倒霉，毕竟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个移动的取款机。他伸手扯了扯我的裤子，眼泪止不住的掉。昭昭，要是你实在不想出这份钱的话，那你帮妈生好不好？我们有血缘关系，生出来的孩子肯定更聪明。他越说越觉得可行，眼里的光越来越亮。等你弟弟出生了，我让他好好孝敬你，你帮老王家传宗接代，你就是咱老王家的功臣。我爸也觉得可行，在一旁不停地劝我。我震惊了，我爸妈让我一个未婚女子替他们代孕，还说得理直气壮。我的心慢慢凉了下来。从小到大，尽管他们心里从来没有我，虽然失落，我也感谢他们给了我生命，一直努力做他们的乖女儿。哪怕他们伙同奶奶和小叔一起在网上抨击我，我也只想着以后只有血缘关系，从未想过报复他们。可如今看着他们眼底的期待，我心中最后一丝对他们的感情也消散了。我狠狠地抽出腿来，冷声道：有你们这对父母，算我倒霉。今天我本就不该来，从此以后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孩子吧。我将监控内存拔了下来，以后你们的事情与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赡养费助理每个月打给你。我趁着他们没反应过来，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。我不敢赌，我才刚刚逃出这个魔窟，坐在车里，我整个人都气得发抖，立马联系了小助理。小小，把房子联系人卖了吧，我们收拾收拾，马上回上海。这个号我不用了，等会儿换号联系你。小小有些担心地问道：昭昭姐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这房子不是要转给你母亲吗？我都准备好材料了，就差去房管局了。不了，尽快卖了吧，价格可以低一点，明天就走。我回头最后看了一眼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有些怅然。在得知妈妈试管成功的时候，我是高兴的。我从没感受到过什么是亲情，我想把丢失的童年都补偿给那个和我有血缘羁绊的孩子。我在家里客厅安了监控，生怕他出什么事情。爸妈年纪大了，我就自己给他备好了日后需要的所有东西。可我没机会见到他了，
我大概生来就六亲缘浅，以后我不会再强求了。再次见到爸妈是在奶奶的葬礼上，我一出现就听到周围人窃窃私语，这不是老王家那个不孝子吗？这么多年他终于舍得回来了，听说还是个大网红呢。这可是他奶奶葬礼，他要是不回来，那不等着别人戳他脊梁骨。我不禁冷笑，我这亲爱的长辈们可没少在外面编排我。我一言不发地走到爸妈面前，他们一脸憔悴，虽然只过了几年，但他们看起来像是老了10几岁。这么些年，虽然在外面，我也会下意识地打听他们的生活。我走的那年，我爸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小叔身上，承诺把自家的房子给他结婚用，花钱给他娶媳妇。我妈虽然爱我爸，但也不是个傻子，她一听不对劲，就偷偷拿了家里的钱去做了代孕。等大家发现的时候，钱已经花出去了。小叔看着钱没了，一怒之下报了警。人财两空的爸爸终于怒了，不顾奶奶的阻拦，狠狠地甩了小叔一巴掌。小叔也不是脾气好的，两人就扭到了起来。爸爸身体本就不好，没2下就被摁倒地上，单方面殴打了一顿。这次算是把他打醒了，他学我和奶奶断绝了关系，把他送回了老家。小叔不愿意回家，和一个老太婆天天待着，卷了他的银行卡跑了。心灰意冷的奶奶在乡下待了几年就去世了。看我不说话，妈妈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昭昭，你回来了，先进去看看奶奶吧。”我淡淡地嗯了一声，错身进去祭拜。葬礼这几天，爸妈总是找机会来找我说话，我都礼貌地微笑着，有问必答，只是浑身散发的冷漠气息让他们感到挫败。转眼到了奶奶下葬那天，一切结束后，我进屋和他们道别。爸妈，这边的事情也结束了，我工作还有点事，就先走了，你们保重好身体。我妈连忙出声挽留：“昭昭，以前是爸爸妈妈不对，母子哪有隔夜仇？你回来吧，好不好？我和你爸这么些年，真的想你了。”我爸也跟着附和，眼里竟然有不舍与愧疚。昭昭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是我们的错呀。我有些惊讶他们这些年的改变，这次倒是露出一个真心实意的笑。不了，工作很忙，回这边不太方便。不过你们变了很多，妈，你竟然没哭，不错，这样我也能放心了。我转身离开，挥了挥手，不用送了，自己能走，再见。我坐在车里，看着沿途陌生的风景，我已经想不起来儿时的场景。这座城市没有了我生活过的痕迹，从前的故事已落下帷幕，我的人生未完待续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